今日重点摘要：英国军方协助比利时防御无人机入侵；美国针对毒品走私者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法；人工智能创建已故人士的交互式聊天机器人；德国正为可能与俄罗斯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考虑进行军事改革和北约部队部署；美国政府停摆导致对乌克兰和北约盟国的武器销售延迟；德国和英国警告称，俄罗斯可能发动太空战。目标是西方卫星。美国军方升级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考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特朗普承诺利用关税收入向美国民众发放$2000，这个计划可能会造成长期的经济损害。俄罗斯为苏联炸弹加装喷气发动机，以扩大其射程，使其能够进入乌克兰境内。美国政府停摆结束，两党达成协议。英国军方协助比利时防御无人机入侵。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11月9日正式派遣反无人机装备和军事人员前往比利时，应对持续1周的神秘无人机入侵事件。英国国防参谋长理查德·奈顿证实，布鲁塞尔机场和烈日机场被迫多次临时关闭，约3000名乘客受影响。值得关注的3个细节：首先，无人机曾在美国核武器储存基地附近出现。这是北约最敏感的军事设施之一。其次，比利时国防部长弗朗肯称这是专业间谍行动，业余者无法完成。第三，比利时拥有欧洲最大金融清算所，冻结着数百亿欧元俄罗斯资产。德国已怀疑这与冻结俄资产谈判有关，但俄罗斯否认参与。英国国务院表示，在混合战争威胁升级的背景下，盟友间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会成为俄罗斯向欧洲施压的新手段吗？北约安全专家警告，无人机袭击正在成为俄罗斯混合战争的新工具，迫使北约重新评估关键基础设施的防御漏洞。美国针对毒品走私者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法。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美国11月在太平洋海域针对疑似毒品走私船只的军事打击行动，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认定此举违反国际法中的必要性原则。3个关键争议点浮出水面：美军在未经沿海国授权情况下，直接使用武力拦截被击沉船只，后续调查显示，船上并无毒品，只是普通渔船。特朗普政府将此类行动纳入美国优先安全战略，绕过国际海事法庭审查。这是自2024年特朗普重新执政后第3次在公海使用武力。人权组织称，至少12名无辜者在类似行动中丧生，这会引发国际法庭诉讼吗？日内瓦国际法学院教授警告，单边军事行动正在侵蚀战后国际秩序，可能导致更多国家效仿。人工智能创建已故人士的交互式聊天机器人。据印度时报报道，美国多家科技公司11月推出数字永生服务，利用 AI 技术分析逝者生前的社交媒体录音录像，生成可对话的虚拟形象，已有超3万个家庭付费使用。3个伦理争议正在发酵，心理学家警告，这可能阻碍正常的悲伤过程，导致用户陷入永久哀悼。逝者生前数据被 AI 训练使用，涉及隐私权归属问题，继承人是否有权代为授权尚无定论。部分服务商将聊天记录用于商业分析，引发2次隐私泄露担忧。韩国一位母亲使用该技术复活去世女儿后，出现严重抑郁症状。目前，美国加州、纽约州正在立法规范此类服务，要求明确标注这不是真人。技术能否抚慰失去之痛？斯坦福大学生命伦理中心主任呼吁 ，AI 不应成为逃避死亡现实的工具，而应帮助人们更健康的哀悼。Meta 公司向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6000亿。据孟加拉每日新报报道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11月8日宣布，公司将在2028年前向美国 AI 基础设施投资至少$6000亿，重点建设数据中心和算力网络。这是科技史上单家企业最大规模投资。3个背后动因值得关注。Meta 第3季度净利润因特朗普税改暴跌 83%， 急需通过 AI 投资重振股价。路易斯安那州海伯利昂数据中心规模相当于整个曼哈顿，用电量将达5000兆瓦，引发能源供应担忧。与谷歌、亚马逊的 AI 均被竞赛白热化。
三家巨头2025年资本开支将突破3200亿美元。Meta 已与蓝猫资本达成270亿美元融资协议，并计划在德州、阿拉巴马州新建数据中心。2026年资本支出将继续显著增加。AI 投资会成为新泡沫吗？高盛分析师警告，巨额投入与商业回报存在巨大缺口，行业或在2到3年内迎来清算期。5. 北约秘书长吕特警告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据德国每日新闻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11月9日在布鲁塞尔紧急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点名警告普京不要跨越核门槛。这是北约领导人首次如此直白地发出核威慑信号。3个紧急背景引发关注。俄罗斯国防部8日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伊斯坎德尔战术核导弹，距波兰边境仅50公里。美国情报机构侦测到俄军核武器运输车队异常调动，五角大楼将核威胁等级提升至高度关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俄方通过第三方传递有限和打击威胁信息。吕特表示，北约已启动核应对预案，美军 B-52轰炸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核危机最严重时刻。核战争真的会爆发吗？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研究员认为，这更像是谈判筹码，但误判风险正在急剧上升。6. 专家认为，由于巨额投入却鲜有回报，人工智能行业正处于泡沫之中。据爱尔兰广播电视台报道，全球科技巨头2025年 AI 投资将超5000亿美元。但麻省理工学院11月发布研究显示，仅 18% 的企业从 AI 投资中获得正收益，泡沫警告正在业界蔓延。3组数据揭示危机 ，OpenAI 年亏损50亿美元，却估值1570亿，市盈率接近无穷大。企业部署 AI 的最大瓶颈不是技术，而是缺乏明确应用场景。73% 的 AI 项目停留在试点阶段，英伟达股价虽暴涨，但分析师指出其市值已透支未来5年业绩增长。更讽刺的是 ，DeepSeek 用1/30成本实现相近性能，直接戳破算力越多越强神话。高盛预测2026到2027年将迎来 AI 投资清算期，届时至少 30% 初创公司会倒闭。这是否重演2000年互联网泡沫？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警告，当前狂热与当年如出一辙。理性回归只是时间问题。7. 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中加沙死亡人数超过 6.9 万人。据葡萄牙今日新闻报道，加沙卫生部11月9日公布最新数据，自2023年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死亡人数已突破6万9千人，其中2万8千人为儿童，医疗系统已全面崩溃。3个惨烈现实震撼事件，加沙36家医院中仅剩3家部分运作。医生被迫在无麻醉条件下截肢手术，联合国估算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超10万，因许多遇难者被埋在废墟下无法统计。230万人口中已有180万沦为难民，平均每人每天仅获得 0.5 升饮用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国际调停，坚称战争将持续到哈马斯完全消灭。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每月20亿美元军事援助，引发全球抗议浪潮。国际法庭能否制止这场灾难？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表示，已对双方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但执行面临巨大政治阻力。8. 全球变暖速度超出巴黎协定目标。据美联社报道，世界气象组织11月9日发布年度评估称，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已上升1.48摄氏度，逼近巴黎协定 1.5 摄氏度红线，且升温速度较预测提前5年。3个关键数据令人警醒。南极西部冰架今年消融速度是去年3倍，若全部融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 3.3 米，极端天气事件频率翻倍。仅今年就有12次造成超100亿美元损失的气候灾害，碳排放不降反升，化石能源使用量创历史新高。中国和印度煤电新增装机量占全球 75%。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COP30 气候大会上怒斥各国集体自杀式怠惰。科学家警告，若升温超2摄氏度，格陵兰冰盖将进入不可逆融化，影响全球数十亿人。人类还有时间扭转局面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表示，
未来3年是最后窗口期，需要革命性减排行动。9. 德国正为可能与俄罗斯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考虑进行军事改革和北约部队部署。据意大利《信使报》报道，德国国防部11月向议会提交战争准备计划，包括恢复征兵制，在东部边境部署3万北约部队，为可能在3到5年内爆发的俄德冲突做准备。3个军事改革震动欧洲，德国军费将从 GDP 的4%提升至 3%， 超越法国成为欧洲最大军事支出国。波兰边境将部署铁墙防御系统，包括坦克陷阱、混凝土工事，总长度400公里，计划在18个月内将现役部队从18万扩充至30万。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称，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后将拥有对北约发动进攻的能力。德国还与法国、英国签署防务三角协议，共同研发下一代主战坦克。这是2战后德国最大规模军事扩张。欧洲会重回冷战对峙吗？柏林自由大学安全专家认为，新铁幕正在形成，但经济相互依赖使热战概率不高。10. 美国政府停摆导致对乌克兰和北约盟国的武器销售延迟。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40天，国防部对外军售部门全员无薪休假，导致价值130亿美元的对乌武器订单积压。北约盟国军售审批全面冻结，3个战略后果正在显现。乌克兰前线弹药储备降至红色警戒线，预计2周内将出现断供。波兰采购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交付延迟6个月。东欧防空出现缺口，五角大楼无法支付武器制造商货款。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威胁暂停生产。更严重的是，中国借机加速对俄军售，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北约秘书长紧急致电国会领袖，警告这是在帮普京赢得战争。美国防务承包商协会估算，每延误1天损失4亿美元，这会改变俄乌战场态势吗？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表示，持续停摆将导致乌克兰战略主动权彻底丧失。11. 德国和英国警告称，俄罗斯可能发动太空战，目标是西方卫星。据意大利《每日邮报》报道，德英情报机构11月8日联合发布警告，俄罗斯正在测试反卫星武器系统，可能对北约通信、导航、侦察卫星发动破坏性攻击。3个危险信号引发警觉，俄军今年已进行6次杀手卫星机动测试，这种卫星可接近目标后引爆。美国太空司令部侦测到俄罗斯在轨卫星突然改变轨道，逼近美国军事卫星至危险距离。俄军方高层公开宣称，太空是未来战争的主战场，并展示激光致盲武器。北约约3000颗卫星支撑着通信、GPS 早期预警系统，一旦被摧毁，将导致战场失明。欧洲航天局紧急启动卫星加固计划，在关键卫星上安装反电磁干扰装置。这是自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签署以来，太空军事化最严重时刻。太空会成为下一个战场吗？伦敦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专家认为，太空战争规则尚不明确，灰色地带冲突风险极高。12. 美国政府停摆导致全美各地航班大面积取消。据荷兰新鹿特丹商报报道，美国政府停摆第39天，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从11月7日起逐步削减全美40个主要机场航班 10%。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导致单日取消航班超1000架次。3个连锁反应正在扩散，约 1.3万名空管人员被迫无薪工作，已有 23% 请病假抗议，实际在岗人数不足维持正常运转。感恩节旅行季即将到来，预计将有5500万人次出行计划受影响，航空公司损失预计超60亿美元，机场安检人员大量缺勤，部分机场安检等待时间超3小时。美国航空业协会警告，若停摆持续到月底，全美航空系统将面临完全瘫痪，这是9·11事件以来美国民航业最严重危机。航空业会彻底崩溃吗？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交通专家表示，停摆每延长1周，航空系统恢复需要额外3个月。13. 美国军方升级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考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据希腊新闻报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11月宣布向加勒比海部署第4航母战斗群，封锁委内瑞拉海上石油出口，
并授权海军陆战队必要时登陆行动。这是门罗主义以来最激进军事干预。三个矛盾正在撕裂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本应减少海外军事卷入，但委内瑞拉行动每月耗资12亿美元，共和党内部分裂，孤立主义派猛烈抨击又一场伊拉克式冒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或中俄明确军事支持承诺，俄军顾问已进驻加拉加斯。更讽刺的是，美国封锁导致全球油价飙升，反而让特朗普能源独立计划受挫。拉美国家组织17国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复辟，墨西哥威胁退出美墨加协定，这会演变成新冷战热点吗？迈阿密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警告，军事干预将把委内瑞拉推向俄罗斯怀抱，制造第二个古巴。14，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收到美国关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信息后，准备与卢比奥会面。据罗马尼亚热点新闻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11月9日表示，在收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恢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书面提议后，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下举行会谈。三个外交信号值得解读，这是俄美高层自2022年2月以来首次恢复和军控对话意向，被视为关系缓和试探。条约将于2026年2月到期，若不续签，美俄核武库将首次失去国际核查机制。俄方坚持必须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反导系统，而美方认为这不属条约范畴，分歧依然巨大。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提出会谈地点选择在中立国瑞士，而非常规的日内瓦或维也纳，暗示对西方信任度极低。军控专家警告，若谈判失败，将触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核军控体系还能挽救吗？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认为，双方都不愿真正失去最后一道核军控防线，协议达成概率60%。15，特朗普承诺利用关税收入向美国民众发放2000美元，这个计划可能会造成长期的经济损害。据商业内幕报道，特朗普11月8日宣布将向每位美国公民发放2000美元关税红利支票，资金来源于对华145%关税和全球关税收入。但22位经济学家联名警告，这是经济自杀式政策。三个致命缺陷逐渐暴露，关税本质是消费税，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发放支票等于左手收右手发。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全面关税将导致通胀率飙升至8.3%，2000美元购买力将缩水30%。更荒谬的是，支票发放需6个月处理时间，但价格上涨立即生效，民众先痛后得。耶鲁大学研究显示，类似政策将使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下降4600美元。美联储主席警告，这将摧毁10年来控制通胀的努力。沃尔玛等零售商已通知供应商，将全面提价15%到25%应对关税。这是民粹主义陷阱吗？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言，这是用短期现金收买选票，代价是长期经济衰退。16，气候变化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人呼吁为脆弱地区提供更多资金。据德国鲁尔新闻报报道，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格兰迪11月9日在 COP30 气候大会上披露，2025年因气候灾害流离失所人数已达2400万，超过战争难民总数，但气候适应基金仅获承诺额度的18%。3个区域危机最为严重，非洲萨赫勒地区连续3年干旱，1200万人面临饥荒，被迫越境进入欧洲。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因海平面上升，已有350万人永久失去家园。达卡贫民窟人满为患，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全境即将被淹没，成为首个国家灭绝案例，正与澳大利亚谈判集体移民。富裕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实际到位不足220亿。发展中国家指责这是环境殖民主义，富国制造问题却让穷国承担后果。谁该为气候难民买单？日内瓦国际法学院专家呼吁建立气候赔偿机制，让历史碳排放大国承担责任。17，墨西哥在米却肯州市长遇刺后展开安全行动。据比利时新闻报报道，墨西哥米却肯州首府莫雷利亚市长11月7日在办公室遭枪击身亡，这是今年第9位被暗杀的市长。总统辛鲍姆宣布派遣5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该州。
3个深层危机凸显，米却肯州是全球最大芬太尼生产基地，新一代贩毒集团控制当地90%市政府，市长拒绝合作就会被处决。自2006年毒品战争以来，墨西哥已有超45万人死于毒品相关暴力，但贩毒集团势力反而更强。美国缉毒署估算，墨西哥每年向美国走私芬太尼价值4000亿美元，超过墨西哥 GDP 的15%。遇刺市长生前曾拒绝新一代每月50万美元保护费要求，军事行动能否奏效存疑。过去3次类似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反而引发更血腥报复。墨西哥还能夺回主权吗？蒙特雷科技大学安全专家悲观预测，贩毒集团已成为国中之国，军事手段无法根治。18. 俄罗斯为苏联炸弹加装喷气发动机，以扩大其射程，使其能够进入乌克兰境内。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报道，俄罗斯军方将冷战时期库存的 Fab-3000 秒铁炸弹改装为滑翔制导炸弹，加装喷气发动机后，射程从5公里扩展至70公里，可在乌克兰防空区外投放。3个战术优势改变战场，这种经济型精确武器成本仅2万美元，是巡航导弹的150，但破坏力相当。俄军已将15000枚苏联时代库存炸弹完成改装，储备量远超乌军防御能力，改装后可从前线60公里外安全投放。苏34战机无需进入乌克兰防空火力圈，大幅降低被击落风险。乌克兰军方称，这种炸弹已造成东部前线40%伤亡，且几乎无法拦截。北约情报显示，俄罗斯还在为 Fab-5000 和 Fab-9000进行类似改装，后者单枚重达9吨。乌克兰如何应对这种威胁？伦敦国王学院军事专家建议，唯一有效手段是深入俄境内摧毁改装工厂和投放机场。19. 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0 在巴西开幕。据日本北海道新闻报道，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1月10日在巴西贝伦市开幕，这是 COP 会议首次在亚马逊地区举行。讽刺的是，会场外森林砍伐仍在继续，今年雨林消失面积创10年新高。3个关键议题主导大会，发达国家拒绝提高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承诺，发展中国家威胁集体退出协议，美国宣布将第2次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称气候变化是骗局，不会牺牲美国就业。中国提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新方案，愿提供500亿美元南合作资金，但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巴西总统卢拉开幕致辞警告，地球已经发烧，我们却在争论是否需要退烧药。科学家在会场外展示南极冰芯，证明当前 CO2 浓度为300万年最高。COP30 能否达成实质协议？联合国气候特使坦言，各国分歧前所未有，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可能性不足30%。20. 美国政府停摆结束，两党达成协议。据乌克兰 RBC 通讯社报道，美国参议院11月9日在政府停摆第40天达成协议，将为政府提供资金直至2026年1月30日，结束这场美国史上最长政府停摆。特朗普当晚表示，停摆即将结束。3个妥协条款促成突破，协议撤销特朗普在停摆期间解雇联邦雇员的决定，恢复14万人工作岗位，确保食品券项目在2026财年前获得资金，解救4200万濒临断粮民众。民主党同意重启政府，换取未来就平价医疗法案补贴延期进行投票。值得注意的是，至少8位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绕过党团领袖达成协议，遭党内进步派猛烈抨击背叛原则。40天停摆造成 GDP 损失超2400亿美元，140万联邦雇员无薪工作，超 1.2 万架次航班取消。这场政治闹剧是否彻底结束？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警告，临时拨款只是续命，明年1月两党将再次围绕预算展开恶战。21. 美国从以色列手中接管加沙援助管理权。据意大利信使报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11月8日宣布，在以色列同意下接管加沙地带人道援助物资分配权。这是自1948年以来美国首次直接介入以色列占领区民政管理。3个政治考量浮出水面，
拜登政府试图在2024大选前修复因支持以色列而崩塌的国际形象。阿拉伯国家威胁切断石油供应，联合国指控以色列故意阻挡援助物资，导致加沙30万人濒临饿死，国际压力达到临界点。美国实际控制援助后，可以凭良心选择受助者，避免物资流向哈马斯。以色列右翼政党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出卖主权，联合政府面临解体危机。美国承诺每日运送1000吨物资，但加沙最低需求是2500吨，实际仍是杯水车薪。这能改善加沙人道危机吗？无国界医生组织负责人质疑，美国一边供应炸弹，一边发放食物，这是伪善的政治作秀。22，叙利亚临时总统访问美国，讨论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和重建问题。据德国每日新闻报道，叙利亚临时政府领导人沙拉11月9日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会谈，讨论反恐合作和300亿美元重建援助。这是叙利亚领导人13年来首次访美。3个地缘博弈正在重构，美国试图将叙利亚拉入反伊朗阵营，以换取撤销经济制裁。俄罗斯在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的军事基地面临被要求撤离。普京警告这将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土耳其坚决反对库尔德武装参与新政府，威胁发动第5次跨境军事行动。沙拉在叙内战中曾是反政府武装领袖，与伊斯兰国有复杂历史联系。美国务院内部对其支持存在严重分歧。更微妙的是，以色列要求沙拉承认戈兰高地主权，作为和平协议前提。叙利亚能真正重建吗？华盛顿中东研究所专家悲观认为，各方势力在叙利亚的利益根本冲突，和平仍遥不可及。23，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 TRIP 走廊。据希腊欧洲新闻网报道，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1月8日在迪拜宣布，正式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成为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 TRIP 核心成员国。这标志着中亚地缘政治格局重大转向。3个战略意义不容忽视。哈萨克斯坦将与以色列、阿联酋建交，打破中亚穆斯林国家孤立以色列传统立场。TRIP 走廊连接中亚里海高加索到土耳其、欧洲，绕开俄罗斯和伊朗，成为一带一路竞争方案。俄罗斯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西方分裂独联体阴谋。克里姆林宫警告将采取必要措施。哈萨克斯坦拥有全球40%油储量和丰富油气资源，其转向将重塑欧洲能源版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超600亿美元，这一决定对中俄关系也将产生微妙影响。中亚会成为新大博弈战场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家指出，中亚国家正利用大国竞争实现利益最大化。24，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伊斯坦布尔和平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据美联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表团11月8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和谈，但因边境恐怖主义和难民遣返问题激烈争吵，谈判在3小时后破裂。3个核心分歧无法弥合。巴基斯坦指控塔利班庇护巴基斯坦塔利班 TTP， 要求交出藏匿在阿富汗的300名恐怖分子头目。阿富汗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在边境修建隔离墙，称这违反普什图民族不可分割原则。450万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巴方要求限期遣返，塔利班称没有能力接收。更尖锐的是，巴基斯坦空军10月对阿富汗东部发动6次空袭，造成46名平民死亡，塔利班要求道歉和赔偿。土耳其作为调解人威胁，若再不妥协，将停止对双方援助。边境冲突今年已造成超200人死亡。南亚会爆发新战争吗？伊斯坦布尔政策中心专家警告，巴阿冲突升级将把整个地区拖入动荡深渊。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